在偶然的早午餐机会里，不小心在陈家早午餐巧遇到这个精美又好吃，名为月见煎饺的饺子。他想它的料理过程就是把饺子加上蛋液，而且火候控制的把它煎好。说到饺子，让我想到不得不吃饺子的清朝皇室。在那个农历过年期间，家家户户都是大鱼大肉，大吃大喝，不胖个5公斤，这哪是过年？这时候你一定在想，富可敌国的郭董正在吃什么吧？用燕窝漱口，用和牛塞牙缝。过年时，清朝的平民们跟你一样正讨论着皇帝今晚吃什么。让我来告诉你，皇帝心里其实很苦，从初一到初五都吃饺子，而且还是素饺子。应该要说素食饺子，这样你们有没有心理平衡一些？你一定在想，皇帝爱好健康，甚至可能是为民祈福的功用吧？其实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定下的规矩。当年满清入关，当年征战，满手血腥，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。在过年这个时节，用吃素来祭奠那些死去的灵魂，你知道潜规则很恐怖的。然后吃素饺子也不是随便吃的，整个过程是充满仪式感。太监会盛上4个素饺子，里面有2个是包了钱币。依照潜规则，皇帝要吃3个素饺子。太监的纪律学得真好，皇帝100%会吃到钱币，这样象征来年四海升平，国运昌隆。但如果皇帝不小心把钱币吃下去，这就没有然后了。如果清朝皇帝看到这个月见煎饺，应该会很开心吧？其实陈家早午餐的金砖萝卜糕也是一绝，充满肉味，很不一般。说到萝卜，历史上也有个奇闻。唐朝武则天时，在荷兰洛阳的农地里长出一条3尺长的萝卜，我帮各位换算一下，大约就是90公分。以现在的角度来看，真的是够长。如果是网络的梗图，那应该是 P 过的。那时候的乡民们看到这条大萝卜，都认为这是天降祥瑞。官员们一看，那还得了？此时不狗腿，更待何时？赶快献上大萝卜，让女王开心。女王抱着这大萝卜，也真的开心。但这大萝卜要怎么处理？这时武则天问众人：这萝卜要怎么料理，才能显现它的祥瑞之气呢？毕竟萝卜还是要吃下肚的，这么大的萝卜，总不能随便做个萝卜糕了事吧？官就是这么不好当。狗腿帮高兴不到1刻钟，就开始烧脑了。萝卜就是个平平凡凡的90公分萝卜，要怎么把它变成90公分的鸡腿？整个朝廷奉女王之命动起来，在这笨拙的萝卜里加了各种山珍海味，终于把这萝卜变成一道佳肴。武则天一吃，惊为天人，这大萝卜竟然变成燕窝的滋味，太神奇了。然后把这道菜命名为雅燕菜，现在也还吃得到燕菜，长得美轮美奂。其实它的底就是萝卜来的。如果那时候把这萝卜做成这个金砖萝卜糕，可能就没有燕菜了。蛋饼皮是酥脆版本，洋葱和尾鱼很对味。
香嫩熏鸡和甜蜜法式的差别就面包的不同，一个是法棍混起司，一个是吐司混蛋液。亮点是那好吃又软嫩的黄澄澄蛋皮。